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咱们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从2000年创办到今天已经走了20个年头了。最近这2年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实话实说如果说跟这个行业龙头台积电相比较，那可能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技术呢也是相对稍微落后一点。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有的说这个台积电技术落后是因为荷兰不卖光刻机给中国这样一个原因也有的说这个技术上面有差距是因为中芯国际资金不充裕，没钱。其实说这些应该都有一些道理，但是钱道认为可能有一项最主要的原因还没有说清楚。那么今天呢钱道就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有关这个比较不为人知，大家很少注意到的原因。其实要弄明白中芯国际跟台积电的差距，我想呢咱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台积电它为什么会这么牛。去年2019年台积电实现营收是357亿美元，净利润达到了115亿美元。今年2020年2季度的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台积电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51.5%， 稳居全球第一。同样在去年2019年中芯国际实现营收是31.2亿美元，净利润是2.35亿美元，只有台积电的 2%， 确实差距比较大。其实呢你不说中芯国际了就算是韩国的三星，美国的英特尔，加起来可能都比不上一个台积电。这台积电它为什么这么牛呢？我想这个台积电它除了是技术上面它的积极的投入以外，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台积电的经营模式。台积电呢它是以代工的方式接受委托生产制造芯片没有自己的终端电子产品。台积电它是一心只做代工不会跟这个委托厂商有利益上面的冲突。像韩国的三星就不一样既有自己的手机品牌，也有自己的个人电脑品牌。大家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三星的竞争对手怎么可能会放心把设计出来的芯片交给三星来代工呢？你比如说美国的苹果公司就不可能会把这个 iPhone 或者 iPad 的芯片交给三星来制造生产，就是怕自己的芯片设计技术和商业机密给竞争对手知道了。当然呢，苹果呢也曾经把一部分产能交给三星代工过，但是这一部分的量很少。主要原因呢实际上是为了分散风险，他是不想把所有的鸡蛋放到台积电这一个篮子上。几年前就发生过苹果控告三星非法使用苹果专利的事件。这个官司打了没有多久以后，苹果就从三星撤单了不再让三星代工手机了。当然咱们的中芯国际也是晶圆半导体代工厂商，同样的代工模式，但是双方的技术代差多年来都是维持着2-3代的代差很多人都会责怪说中国的芯片制造不行，制程技术落后，是因为什么？美国对荷兰施加压力，刻意的阻挠荷兰的那个 ASML 公司不卖顶级的光刻机给中国，目的就是为了打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这个说法肯定是事实了。我们2018年向 ASML 订购了一台极极紫光刻机 EUV， 到现在都还没有交货，只是交货了一台 DUV 光刻机。但是这个呢只是外因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大家想一想，中芯国际200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20年了，自身难道就没有原因吗？从 0.18 微米、0.13 微米、90纳米再到60纳米、45纳米，这个半导体的制造技术，选拔半导体的电路是越做越小，这样它就会容纳更多的逻辑电路而中芯国际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制造工艺，但是制造技术
一直都落后，一直到去年第4季度，中芯国际呢在14纳米方面才成功量产，这才稍微拉近了跟台积电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生产制造的良率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的问题。良率它是技术上的问题，而这个市场问题呢，关系到中芯国际的资金是不是充裕。有钱你才能够改良良率这两者之间它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中芯国际的生产良率是45%，而台积电的良率是90%的话，你单单这一项，中芯国际的芯片制造成本那就是台积电的2倍就算中芯国际有比较便宜的土地或者比较便宜的人力资本，那都比不上台积电的。大家要知道，这个晶圆产业太耗钱了，你对于资金投入这个门槛要求是相当之高，它是属于重资产、重资金的投入。每代晶圆技术都要求有100亿美元级别的投资，而且越是新的一代，对技术的要求更多，资金的投入也更高，所以它需要有一定的销售规模才能够摊平投入的成本，获取利润，否则的话就会赔本的。因此呢，也没有任何一个厂商可以忽略这个最基本的市场法则，谁都不可能赔本卖芯片的。除了这个技术开发的首期资金投入以外，在厂房建立以后，还有每年都面临的银行贷款的利息要偿还呢，还要有这个设备的折旧费用。你看台积电，它是创办于1985年，创办的比较早，技术也好，台积电占有全球50%到60%的市场份额，所以台积电呢，它就拥有庞大的客户群的优势。反观中芯国际，它跟台积电呢存在的技术代差，而且每年呢还要摊平厂房设备的折旧费用，所以中芯国际的成本费用一直都比台积电要高很多。由于这个台积电良率高有技术代差的优势，它在收回了成本以后，就可以立刻投入到下一代的技术研究开发当中。而当台积电投入新一代技术的时候，中芯国际还在追赶上一代甚至上2代的制造良率，要来摊平设备厂房的折旧中芯国际呢，在历经4-5年的折旧冲销和良率改善以后，那市场早就被台积电给占据了。因为台积电它早就摊平了所有的研发费用了，还有厂房的这个折旧、设备的折旧这样一些费用，所以台积电的成本确实是更低。同时呢，它又抢走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这个时候，台积电在新一代的元晶制造已经开发成功，而且量产了。所以全球的高端芯片设计又把订单一股脑儿都给台积电的新一代的元晶厂。所以台积电它就是这样，一直领先中芯国际，跑在中芯国际的前头。你不管是在市场份额制程技术，还是研发资金的投入、人才的培育，这么多年，台积电一直是遥遥领先。中芯国际呢，只能一直在后面苦苦追赶落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以前中芯国际在28纳米的制程良率也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提升，直到从台积电那边高薪挖来了梁孟松以后，才把28纳米的良率改善了，也才有了去年2019年第4季度成功量产14纳米制程技术。总的来说呢，中芯国际在2000年创设的时候，完全没有所谓的科技电子产业上的技术后发优势，反而呢确实是技术落后，生产良率一直都提升不上来。你说这个良率没有办法提高，那就意味着生产成本那肯定是居高不下呀，所以它就抢不到市场。没有足够的销售市场，那就没有足够的营收钱进不来。所以中芯国际这么多年几乎都是处于亏损的状况，又不赚钱还亏本，当然就不可能有资金投入到下一代的技术研究开发上了。这样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就像一个魔咒一样套在中芯国际的头上。相反，台积电这么多年，它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超过了1半，所以它营收收入好啊，获利率高啊。然后台积电把赚来的钱又迅速的投入到下一代技术的研究开发上。一旦下一代的制程技术研发成功了，它又可以再度的降低成本，来持续获得客户的订单。台积电今年2季度的时候已经量产5纳米的制造技术，并且呢已经获得了全球手机大厂的预先抢订。在5纳米的这个生产产能，包括苹果、包括华为都在这样一个订单的名单里面。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失望是不是这个中芯国际就永远追不上台积电呢？其实以目前的趋势来看，中芯国际想要很快超越台积电，确实有很大困难。在未来几年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拉近跟台积电的差距，那就是成功，那就是可喜可贺的。其实说来说去咱们中国的芯片产业要想发展，最后比拼的是什么？还是人才、资金。你要从历史上看凡是我们被封锁的产业都发展的非常好，凡是西方人在技术上支持我们、跟我们合作的产业，我们好像都沦陷了。当年中国跟苏联闹翻了前苏联撤走了所有的设备专家，咱们中国人卧薪尝胆，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西方在战斗机技术上长期围追堵截我们，封锁我们自己研发搞出了5代机。欧美呢在导航技术上封锁我们，我们又很快搞出来一套和 GPS 并驾齐驱的北斗导航系统。世界15国联合搞射电望远镜项目，中国想参加被拒绝了，于是我们马上在贵州搞了一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国这个国家说实在话是很神奇的，它的神奇就在于自身就像一个弹簧，你要拉它，它可能拼命往里面缩，但是你要是看它好欺负去按它，它会立马把你弹开了。梁孟松加入到中芯国际以后，用了仅仅300天的时间，就让中芯国际实现了从28纳米到14纳米的技术跨越。14纳米芯片的良品率也从 3% 提高到了 95%。 可以这么说，梁孟松的加入带动了中芯国际制程工艺的跨越式发展。中芯国际实现从28纳米到14纳米的跨越，极大的振奋了国内自主芯片的产业的信心。所以在今天，美国在芯片封锁中国，封锁华为，如果咱们中国能够卧薪尝胆，积极进取，从上至下，不管是在政策上、资金上、人才的培养上，包括引进高端人才上面，都能够上下一心，我相信中芯国际未来赶超台积电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华为能够用上顶级的国产芯片，那也不过就是时间问题咱们祝愿世界一流水准的中国芯能够早日到来。好的，感谢收看我的节目，朋友们再见。